这是斯诺克史上最夸张的乱局清台。当火箭打进这颗极限中带上手，留给他的台面不仅红球让人头皮发麻，而且粉黑也几乎全部已经锁死。纵然是有号称乱局之王的火箭，此时也情不自禁难得直戳牙花。换了其他人遇到这样的球形，肯定选择防守，将难题抛给对方。但火老师这种遇到乱局就兴奋的特殊体质，仅仅只是5秒钟的短暂思考，他就准备彻底疯狂起来。真细腻，红球正好留出微微向上的角度，因为此时粉黑根本没有办法衔接，暂时还要利用篮球作为破局的部分。但这样犬牙交错的红球分布，就对母球的控制要求在厘米级别，明明就是一个地狱级的考验，但是火老师却打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轻松。经过2次的篮球过渡，火箭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处理黑球附近的障碍。正常情况下，这2颗红球的处理最难，但是接下来火箭的破局思路再一次验证了为什么他才是斯诺克第一人。真的是艺高人胆大，中高杆的反赛直接一库强行过来叫黑。正常情况下，这种角度职业球员都会选择上去继续叫他，因为这颗黑球不仅容错率非常低，而且一旦出现失误，那就是送给对手一个直接上手的机会。但是眼前这个对自己无比自信的小老头真的是太疯狂了。不过接下来火箭的操作就更加离谱，如此复杂的局面他居然等不及裁判复位，在别人眼里难如登天的乱局，火箭的速度却不降反升。斯诺克独一档的存在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漂亮，母球又是细到厘米级的落位，至此一杆超分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台下的乔伊斯只能无奈的继续喝水，碰上这样火力全开的火老师，心脏太小的球员就足以形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而且更要命的是，像这样不可思议的球局，火老师更是连下3场，也难怪至此之后就很少看到乔伊斯活跃的身影。现在黑球2侧的线路已经畅通无阻，而且这3颗相对简单的红球就已经支持超分。不过对于火老师来说，赢球根本就不是他最终目的，他眼里似乎只有一件事情最为重要，那就是尽可能的完成清台，让斯诺克变得轻松好看，才是他享受比赛最大的乐趣。很可惜，这杆 K 球发生了意外，现在只有一个超大角度的红球可以链接。不过中代老王子的独门绝技就是专门为这种意外的发生而准备的。这就是火箭手起刀落收下中代红球的同时，母球还顺利调整到位。比赛中谁也不可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但是能有火老师这种变态的纠错调整能力，才是他乱局之王最有底气的资本。57。真的是纵享丝滑，关键的超分红球就在1杆1K 之间完美实现。不过这也只是本局高燃名场面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剩余难度球的处理，火箭更是打出了让人惊心动魄的胆子。65。绝了！大力灌进篮球中袋，母球以诡异的弧线径直 K 出袋口的红球。对于火老师来说，母球指哪打哪，只能算是基本操作。就算看上去没有任何机会的局面，他也能硬生生创造出可以清台的可能。70。比赛结束，一杆漂亮的连打带 K， 至此红球已经全部盘活。几分钟前还让人头皮发麻的乱局，转眼间已经清爽无比。接下来就是火老师秋风扫落叶的表演时间，能够让斯诺克看起来如此轻松简单，说这是化腐朽为神奇一点都不为过。78 79。这就是火箭独一无二的清台风格，别人都是把最难的球留到最后处理，他却偏偏反其道行之。天才的世界，我们凡人真的很难理解。95。打进黑球完成破口，特殊时期居然还能有球迷来现场观看比赛，火老师的魅力已经无需多言。现在清台最后一个难题，
就是相互牵制的黄球和绿球，看火箭要如何处理。这就太夸张了，近乎一个拳台的距离，母球分毫不差的3库大绕台衔接黄球。如果小特的暴力美学是给人最直观的视觉盛宴，那火箭的大道至简就是充满岁月的深厚沉淀。联合4局的乔伊斯已经彻底放弃了挣扎，这也正是火箭最恐怖的点。不仅要赢对手的球，还要赢下对手的心。难怪这么多世界前16的高手看到火箭就直接不会打球。124. 黑球入袋，这匪夷所思的乱局清台也将永远载入斯诺克历史长河。火箭正在疯狂玩火，因为下一秒他要准备拼命。这个局面打进红球就实属不易，而且母球转角2库还要同时带活黑球，便是如此封神的一杆，也只能算作本局苦难的开始。因为接下来他必须全程为黑上分，并且完成清台才能刚刚延分，最后还要跟老张争黑才有可能逆转。就是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火箭再一次刷新了斯诺克的上限。真羡慕，也就只有火箭能把想法完美变现。但是紧接着还有第3个难题，母球不仅需要在加长架杆的条件下，而且必须是发力的低杆阻塞，才能强行绕台来叫黑球。加长杆、加长架杆，看看会不会从咖啡球、黄球之间穿过来啊？还是下更低的杆啊？加了左塞要。他居然还有更极致的自我要求，因为现在黑球叫的稍微有点直，所以接下来继续绕台叫黄又是一个杆法大考验。需要高杆右塞的发力啊！但愿中途不要被粉球。张头估计都要哭了，本以为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没想到却直接召唤出火箭天神下凡。那接下来的争黑大战就必定是一场血淋淋的刺刀对拼，而这2位站在斯诺克最顶峰的人，也都必须来上一口冰凉的山泉水，才能平静一下燥热的心情。争黑大战经典的2边分，虽然不会露出明显的进攻机会，但是老张头这杆没让母球高于黑球，所以这个翻带防的机会，火箭是肯定不会白白浪费。换给希尼斯有没有可能尝试翻带啊？这是火箭最不想打的比赛，明明只是用裤裆擦了一下球杆，不仅要被女神冤枉在耍流氓，而且面对塔布的一击警告，甚至赛后还有可能会被罚款。火箭的委屈此时全部写在脸上，真是万万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我是这个形象，那就只能把这一腔怒全部发泄在这个乱局之上。这是2013年世锦赛，满桌散落的红球不是贴补，就是互相牵制，而且6颗彩球就有5颗不在点位。但是天才就是天才，1年养猪的休赛期，不仅状态没有丝毫下滑，而且刚一回归就先从世界第1手里抢下大师赛冠军，紧接着世锦赛也是轻松夺冠，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除了火箭就只能是奥沙利文。绝了！中低杆的右塞，母球带着强烈的旋转，完美叫位黑球。这个局面也只有将黑球复活，才能有继续为球上分的可能。注意看火箭在擦拭球杆，而他这样的动作后面还有很多次，也许是现场太过潮湿，也可能是太久没有比赛。总之这次被自己的女神冤枉，火箭确实心都碎了。真的是不服不行，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杆打红教篮，母球一个毫米级的精准落位，中间这个互相牵制的球堆也就瞬间豁然开朗。火箭处理乱局的思路真的是无人可及。It's amazing. Just that little nudge of the red has opened the frame up completely now. 45 ahead. Should secure the opening frame from here. That's it.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已经是第4次摆弄球杆了。好在世台联最后并没有罚款，
不然本来就缺钱才回来比赛的火箭，一不开心就真的不玩了。而休息区的小特就更加无辜，作为自己从小到大的偶像，他自然比谁都更加清楚，受委屈的火箭火力全开会有多么恐怖。 Yeah, he changed his step after his first round match. He wasn't happy with it. Stanley Carter. Frame safe. 49. $50. 好球，完美解决2颗贴库红球，现场观众也是彻底。 Looks as if he's going to carry on as he did against Stuart Bingham. He looks in fine form. 视觉效果直接拉满，但是球运实在有点欠佳，剩下的2颗红球都难度不小。看看火箭还有没有继续清台的欲望。很可惜，打丢了难度很大的中投。很多球迷都说这是因为火箭心里有数，只想赶紧打完比赛然后回家。兄弟们，你觉得呢？ He's made a break of 65 and he takes the opening